梁战生日当天，我提着给他买的昂贵礼物，刚站在包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在谈论我。说真的，苏小新胖得跟球一样，梁战你怎么下去的嘴呢？站在门口的我一愣，在门缝左右移动了下，找到了梁战的位置。随后我看到他怀里抱着一个模样可爱的男孩子，是林源，低了他1年级的学弟。他轻易的在男孩脸上亲了一口，提及我，语气带着轻蔑的嘲讽。苏小新长得跟猪一样，逗他玩玩而已，他还当真了。我哪有兴趣和猪亲嘴，那不得恶心死。整个包间里瞬间响起了他们尖锐的嘲笑声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耳边仿佛响起了刺耳的嗡鸣。我以为梁战是不一样的，也许并不是。梁战大2，高我1年级，是地大金融系有名的系草。开学第一天，他负责学生签到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坐在伞的阴影下，白衬衫、黑西裤，眉眼温和，就连对我一个200多斤的油腻胖子也和和气气。学弟，你的名字？苏小星。你好，苏小星，我叫梁战，有事可以来金融系找我。我局促的点了点头，走出了很远，还是回头看他。和他视线相对的一瞬间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我以为我们的交集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，没成想后来被室友拖去戏剧社帮忙，又看到了梁战。我和室友站在一起，浑身带着扛东西的灰尘和汗渍，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熏人的汗味。梁战一身干干净净的，和几个同学站在一起，言语间似乎说了什么，他的视线向我看过来，随后轻轻一笑，我脸有些红。梁战说了2句什么，就朝我走过来。苏小星，学长，你还记得我呀？我红着脸，万分惊喜的抬头问他。因为过于紧张，额头的汗冒个不停，梁战轻笑一下，拿出手帕替我擦了下汗。我动也不敢动的僵在原地。后来理所当然的换了微信，没过几天，当梁战问我要不要在一起时，我心跳的好像在打鼓。好，室内的聊天还在继续。梁战皱着眉，语气嫌弃。他真的又丑又臭，给他擦汗那次，我差点吐出来。要不是说好了打赌几天能搞定他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碰一个死胖子。打赌？鼻子一酸，眼泪直接流出眼眶。我以为遇到了爱情，遇到了救赎，原来都是骗我的。脑子一片空白，眼神不自觉的瞟到了走廊上的窗户。是不是真的只要我死了，就不会再被嫌弃了？脚下刚想朝着窗口前进，就听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：你到底还要在门口挡多久？我满脸泪水的回过头，就看到傅耀阳。傅耀阳是和我同系的计算机系大2学长，梁战的室友。明明是搞电脑的，却像个体育生。他站在我身后，个子高的挡了头顶上走廊的光，眉头紧皱，满脸不耐烦。见到我哭得凄惨，愣了一瞬，上下打量了一番我后，不确定的问：计算机系的苏小星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认识我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他看了眼屋里还聊得热火朝天的人，又看了看我，语气嘲讽：哭个屁，不就是让人耍了吗？是不是男人啊？进去揍他！他拎着我的脖领子往门口送了下，我赶紧挣脱，慌张的退了回来，还撞到了傅耀阳的身上。屋内似乎终于听到了动静，往门外走来。我扭头要跑，被傅耀阳拽住了脖领子。他恨铁不成钢的看了我半晌，搓着牙花子将我按在了走廊墙上。你松手，他们要出来了！我哭着求他，眼泪滴在他的手背上，他嫌弃的狠狠瞪了我一眼。真特么给计算机系丢人！包间的门被打开，梁战搂着林源，开门见到我和傅耀阳僵持着，有点意外。他低头瞥见了我买的礼物，示意我过去，又看向傅耀阳打招呼：耀阳来了，怎么不进来？傅耀阳，你特么疯了！招呼打到一半，傅耀阳扭头一拳砸在了梁战的脸上，连带着林源也是一个踉跄。傅耀阳没说话，接着就是追着跟了几拳。梁战脸上瞬间挂彩，周围的人都看傻了。等大家反应过来时，梁战的整张脸都肿成了猪头。
梁战的好友赶紧拉开傅耀阳，扶起倒在地上的梁战。耀阳，怎么回事？有什么事你说啊？怎么能上来就打人呢？林渊心疼的扶着梁战，拿着纸巾给梁战擦鼻血。傅耀阳推开了还拉着他的人，伸出长臂揽上我的肩。狗渣男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学弟不好意思，我付费代打。梁战气的眼睛都红了，声音都破音了。傅耀阳，咱们室友2年，你因为苏小新一个学弟来打我，你他妈有病吧？傅耀阳唇角弯弯，点了点头。行，不找借口，单纯看你不爽，想揍你。至于室友，我大一下半年就搬出来了，谁和你室友？梁战的脸色一变，目光一转，看向了我。苏小星，听到了，在场的目光都到了我身上，我脸上还带着泪水和屈辱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心如刀割，梁战家不以为意，他甚至都没有推开站在身边的林远，只是姿态高傲的看着我，好像上位者在可怜一个乞丐。他伸手朝我招了招，随意的像是在叫狗。苏小新过来，见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梁战的表情既烦躁又不耐。你要是不过来就分手。我站在原地半晌，在傅耀阳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里，朝着面露得意的梁战走了过去。我一巴掌狠狠的打在他已经肿了的脸上。苏小星，你特么敢打我！傅耀阳个人有能力，家境也好的离谱，梁战不敢对他还手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会权衡利弊的人。而我就算家境也还不错，却远远没有到傅耀阳的阶段，所以面对我的巴掌，梁战选择还手，却被傅耀阳狠狠的捏住了手腕。怎么，只能你骗人家感情，不准人家找个公道了？你要是觉得心里不爽，随时找我，我撑的腰。这件事我奉陪到底。语气桀骜不驯，揽着我的肩膀走到了1楼。我才反应过来，傅耀阳这是给我出头。就听傅耀阳在我头上说：“爽了吧？”我呆呆的点了点头，可眼泪还是不受控制的流下来，止也止不住。我拽着傅耀阳的衣服朝他道谢：“谢谢，谢谢学长，我没事了。”傅耀阳居高临下的看了我半晌，眉头紧皱着：“你最好没事，心脏疼得一抽一抽的。”真惨啊，苏小星，第一次喜欢一个人，下场就这么惨。你果然不配拥有幸福，你太差劲了。傅耀阳原本都走出去几步，半晌又转悠回来，带我去买了几瓶啤酒。失恋而已，我陪你喝酒。我和傅耀阳坐在大桥边，我边哭边猛猛的灌啤酒。傅耀阳人高腿长的，长得又帅，衬得我站他身边，怎么看怎么像是《植物大战僵尸》里的小坚果强，酒壮怂人胆。喝醉的我突然伸手把啤酒罐狠狠的丢出去，声音极大的喊了一声：“死渣男！你才是死胖子，臭猪！你就活该被渣男判官胖揍！狗渣男不得好死！”旁边的傅耀阳没说话，安静的坐在旁边，做一个合格的听众。我骂累了，借着酒劲拽着傅耀阳的袖子就开始哭。判官，我感觉我活得好失败啊！爸妈嫌弃我胖不要我，同学因为我胖欺负我，就连喜欢了一个人也还是要被这样侮辱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判官，是不是我死了才能有人爱我？酒后那些我刻意藏起来的，在脑海深处的记忆复苏。小学时我爸出轨，骗了一个女大学生，要和我妈妈离婚。我妈妈不愿意，哭着求他。那时候我正在生病，激素失衡让我像个气球，飞快的膨胀起来。他们在客厅争吵，我就站在卧室门口。我爸抬手指着我：“你看看，挺好个孩子，你给养成了什么样？都养成猪了。这样的儿子我怎么带出去？”我爸走了，我哭着无措的看着妈妈，伸手要把蹲在地上的他扶起来，被他狠狠的拍开了手。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这么胖，不然你爸爸怎么会离开我？心脏被最亲的2个人刺了2把尖刀，从一边进入，又从另一边伸出。傅耀阳伸出手，将拿他衣服搓鼻涕的我推开，语气嫌弃：“喂，苏小星，
你特么别用我袖子擦大鼻涕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走到桥边，刚扶上围栏，就被傅耀阳一把拽住。我扭头看他，就见他满脸尴尬且怀疑的看着自己的胳膊。怎么了？我居然没拽动你？我特么天天健身房，居然拽不动你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后笑出了声。我哈哈哈，傅耀阳，我200多斤呢，就是台风来了，看着夜晚平静的水面，朝着他竖了个中指，也能比狗渣男多挺3天。喊完了，我拍了拍傅耀阳结实的肩膀。你这样很好了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身材。我不甚清明的眼神带着羡慕的扫视他的身材，肩宽腰细，结实有力，和漫画里想象出来的那种身材一模一样，真好看。那你为什么不练练，减肥？傅耀阳随意的靠在围栏上，眼神灼灼的看着我。我运动过，体力不好，跑步晕过去过。减肥要吃了，高中从180斤减到了170斤，忙着高考，停药之后反弹到了200斤。现在自制力很差，控制不住自己，一焦虑就想吃东西，根本控制不住。是不是觉得我很垃圾？我自嘲的一笑。我也觉得自己很垃圾。傅耀阳定定的看了我一会，突然伸手揽住我的肩膀。信不信我？啊？问你信不信我？信你。他揽着我的肩，月光洒在他的发顶，眼睛里带着光。我能帮你减下去，以我未来的老婆发誓。其实也没必要发这么重的誓言。我心里是没信心的，可看他在我面前眼神明亮的样子，我终究还是没能把我不信说出口。那就试试吧。我以为傅耀阳要帮我减肥，就是那天晚上喝了酒说下的豪言壮语。没想到大课一下，就见他站在楼下，高大帅气的站在那里，一脸严肃的玩手机。找我？他见我眼睛一亮，拽着我就往外走。带你去减肥，直到打车到了目的地，我站在门口有些傻眼。中医馆？走吧，我还能害你吗？我乖乖坐在椅子上，被60、70岁的须发皆白的大夫按住了手腕，再给我把脉。把脉结束，又看了看舌苔，大夫开口了。运动就会犯困，总是睡不醒，舌苔发白，浑身无力没精神。我点头如捣蒜。对，气血双虚，肝脾也不好。我先开2副药帮你调理一下。药方开完，老大夫一把把药方拍到了傅耀阳的怀里。没事也不见得你这小子来找我。傅耀阳嬉皮笑脸的凑上去。我爷爷最近总和我提你，正好我这个弟弟身体不好，就顺便过来让您给看看。除了您老的医术，别人我哪信得过呀？算你小子有眼光。老大夫的眼神看向我，左右看了一眼，赞叹了一句：这小伙子长得真俊啊。我愣了，指了指自己。您说我都被骂肥猪了，会俊？你骨相好看，好好吃药，瘦下来不比耀阳这小子差。我看了看傅耀阳阳光帅气的脸，点了点头。老大夫一定是很有医德那种，为了让我努力减肥，才善意的骗我。周末，傅耀阳被叫回家吃饭，我在宿舍啃完蔬菜，就到操场上散步。阳光很好，操场上的人很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看我的人都很多。我心里瞬间紧张起来，满脑子都是他们为什么看我？看我做什么？觉得我很胖，很丑。我手足无措，有点想跑，就被一个长相可爱的学姐拦住。有事吗？我不自在的问。对面的女生叹了口气，语气悠悠的。我看你和傅耀阳关系挺好的，来提醒你下，是不是得罪人了？没有啊。说到没有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了梁战。虽说上次我和傅耀阳都动手了，但是从家境来讲，梁战不一定会敢惹傅耀阳，我就不一定了。学姐举着手机晃了晃，好心提醒。学校论坛有你的帖子，处理不好记得跟傅耀阳说，让他帮你想想办法。谢谢学姐。可爱学姐摆了摆手，跑走了。回到宿舍，站在门口就听到里面在说话，只以为是个恶心的胖子，
没想到还特么是个恶心的喜欢男人的胖子。是啊，我一想到要和他在一个屋里待3年，真的我浑身都难受。你们那算啥？我上次短裤丢了，我现在都怀疑被死胖子给拿走了。特么的！你不是被胖子看上了吧？你特么别吓我！我看到论坛里梁战师兄被死胖子纠缠，我都恶心死了。我伸手推开门，谈论中的话瞬间中断，几个人互看一眼，用嘴型做出要吐的样子。我直接上了下补把帘子拉上。帘子外没有声音，但微信提示音却响个不停，还有他们偶尔的奸笑出声，大概是又在说我吧。打开校园论坛，里面有声有色的描述着梁战多么无辜，好心帮助学弟融入校园，却被死变态纠缠，勉强答应后，又在生日当天被死胖子和他的朋友殴打。下面还附送了监控视频，视频里我给了梁战一巴掌，身边隐隐约约的高大男人被模糊，最后是梁战鼻青脸肿的照片。校园论坛疯狂了，哇哦，年度精彩大戏，真精彩啊！但我怎么觉得旁边那个朋友的身形有点像我师兄傅耀阳呢？真假？瞬间更兴奋了。不过喜欢男生没意见，追着人家直男强行掰弯，多少有点恶心人了。直掰弯也太扯了，谁没看见苏小新那钢一样的身材？梁战学长8成也是没办法了。我那天还看到苏小新和傅耀阳一起回学校呢，不会是换目标了吧？赶紧告诉校草别上当了。无数辱骂和恶意猜测的言论充斥着我的脑海，仿佛时间又回到了初中，爸妈刚离婚那段时间。苏小新长得也太丑了，像是动漫人物里的外星生物反派。我听我奶奶说，苏小猪的爸妈要离婚了，谁都不要他，因为他是肥猪星人。每次路过苏小新旁边，我都感觉好臭，和垃圾桶一个味道，难闻死了。只要我踏进校门，就能听到无数的同学在我耳边说我胖，说我恶心。慢慢的，恶意开始堆积，我的书本、作业、书包被丢进垃圾桶里，他们把我关进厕所，任我哭喊也不给我开门，会在夏天把脏水桶倒在我身上，就为了证明我这个死胖子确实很臭。每次回家，奶奶总是心疼的抱着我直哭，给我新婚燕尔的爸爸打了4次电话，他每次都说同学欺负他，那人家怎么不欺负别人？他胖成那样，没人喜欢也正常，都是他妈没养好，没人喜欢也正常。原来我没人喜欢也正常。学校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每个人看我的目光都是那种好奇、恶心，然后和身边的人低声窃窃私语，让人没有片刻安宁。我悄悄爬上顶楼，坐在楼顶的边角，居高临下地，仿佛能把整个学校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里还是之前偶然发现的，锁住顶楼大门的大锁因时间太久坏了，我就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秘密基地。还没待上一会，突然发现楼底下的人群聚集了起来。有活动吗？我低头往下多看了几眼，突然听到身后顶楼的大门被砰的一声巨响踹开了，然后傅耀阳满头大汗的跑进来，朝我伸出了手，苏小新，过来。干啥？我愣了一下，没动。苏小星，这2天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过来，我帮你解决。傅耀阳真的是个好人，上次帮我审判梁战，这次还愿意帮我，我都感动的有点想哭了。傅耀阳，你是个好人，虽然现在有点晚了，认识你有点晚了，还是想问你，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感觉和傅耀阳这样的天之骄子做朋友，突然提出来，会不会让他困扰？傅耀阳站在3米之外，手朝我伸着，眼眶通红，半天也没说话。被室友和校友那样骂我，我都没觉得多难过，可他的迟疑让我眼眶瞬间酸涩了起来。傅耀阳，你说是不是就因为我胖，就不会有人爱我，也不会有人想和我做朋友，所以没人喜欢我也是正常的。傅耀阳往前向我走了几步，被我伸手阻止了。你别过来，你一靠过来，我就忍不住更想哭了。苏小星，你脑子坏了吗？你不是说你信我的，我会帮你改变的。没有朋友，我来当你的朋友。没人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没人爱你，就让我来爱你。不就是个男人吗？我哪点不比那个梁战好了？
你选我啊？傅耀阳皱着眉眼，手有些抖，语气带着怒气和着急。我毫不怀疑，如果傅耀阳现在站在我面前，会伸手给我脑袋2个大逼斗。顶楼的风有些大，吹得我有些冷，我就想站起来下去。谁知道刚站起来，就感觉脚下有点麻了，身子一晃。楼底下的学生一阵惊呼，就连刚费劲巴拉爬上顶楼的校领导也是双腿一软，被身边的同学拽住。苏小星，你特么别跳！谁啊？谁要跳？我感觉文字系统好像在我脑子里装载错误了，不然怎么会没听懂傅耀阳在说什么？傅耀阳眼圈通红，眼里含着泪，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恐惧，说话的声音哽咽中带着委屈。你跳下去，我拽不住你，你礼貌吗？随后看他的样子，我又有些忍不住，腿不那么麻了，我就自己下去往他身边走，刚走到1米开外，就被他身后拽了一下，我顺势往前一步，被他狠狠地抱在了怀里。苏小星，你别死！我伸手抱住他，有些好笑，又心里暖暖的。除了奶奶，好像再也没有人这么在乎我了。跳楼乌龙过后，校园论坛上的留言被取代，虽然主角依然还是我。最新消息：苏小星为爱跳楼，校草傅耀阳天台冲锋。我的个天老爷，这么刺激的！校草傅耀阳为谁冲锋？天台？他是瞎了吗？居然看上苏小星那个死胖子！楼上疯狂黑人问号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当初梁战被揍，苏小星旁边的人就是傅耀阳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看不太懂？傅耀阳学长，出来说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最近吃瓜吃的抓心挠肝的，无心功课呀，没人以为傅耀阳会出来回话，但偏偏傅耀阳就出来了。傅耀阳，梁战生日宴会那天是我和苏小星一起，不过是门口碰上的。也是你打的梁战，傅耀阳，为什么打他？苏小星人家是胖了点，胖点怎么了？他特么自己喜欢男人，跟室友打赌，打赌多久能掰弯苏小星。苏小星性格好，人也单纯，就被骗了。生日宴会那天请我过去，我一到门口，孩子哭得老惨了。欺负计算机系的孩子没人管呢。没时间说这破事，我一会把监控调出来，你们自己去看。没过3分钟，傅耀阳就黑了监控视频，光明正大的放到了校园论坛，甚至贴心的去了背景杂音，把人声放大，就连我站在门口时，屋里他们奚落我的对话和笑声调到最大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校园论坛炸了，难怪挨揍呢。我要是苏小星，我他妈直接废了他的下3路。现在转专业到计算机系还来得及。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学长，给我一个，我是大学生。校草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渣男判官？太帅了，狗渣男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狗渣男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校园论坛上热闹的不行，傅耀阳和我却忙得很。我被他拉到操场，绕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走，直到副教练看着手表喊停了，我才可以停。每日运动完毕，我就感觉2条腿仿佛灌了铅，想坐下歇歇，又被傅耀阳拉住了手臂，往男生宿舍走。你那个宿舍不带也罢，跟你去收拾行李。可我还没申请换宿舍呢。换个屁，我在校外租了房子，有房间，你跟我过去住好了。多麻烦啊！傅耀阳停下脚步，朝我邪恶一笑，正好方便我完成对你的改造计划。小心啊，你的福饭还在后头呢，感谢的话到了嘴边一眼。突然感觉也没那么感谢了。宿舍的室友都在，傅耀阳冷着脸帮我收拾东西，也没多少，转眼就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一手扛着行李卷，一手推着2个箱子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来吧，我也不是女生。被傅耀阳躲了过去。你可拉倒吧，你一会出汗磨腿了，明天不想运动了是吧？傅耀阳这个人挺好的，就是嘴巴有点毒。路上安静了好一会，他突然问我，苏小星，你那天在天台真的没想跳下去吗？我愣了一下，
点了点头。想过，不止这次想过，之前的很多次我都想过。可是我坐在那儿的时候，又想起了我奶奶，她年纪那么大了，我爸那么没良心，我要是死了，她怎么办啊？傅耀阳没说话，又走了一会，我突然觉得不对劲。你不会帮我审判渣男，还有陪我喝酒，还有天台上都觉得我要自杀吧？傅耀阳扭过头，红色染上了他的耳朵。有人跟我说过，世界是一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就会对你笑。所以我不是在救你，我是在积德。我勉强忍住笑意，有些无语。不过总感觉这句话有些耳熟，好像在哪听过。接下来的3个月里，喝着老大夫开的调理身体的方子，傅耀阳每天带我增强体能，吃他做的健康减脂餐。3管齐下，体重基数大的我居然以1个月20斤左右的体重疯狂掉秤。虽然每天都在饥饿感的折磨下，但在傅耀阳神出鬼没的监督下，没什么毅力的我居然坚持了下来。直到放暑假时，我已经瘦了60多斤，逐渐露出了一点放大的眉眼。傅耀阳送我去火车站时，还在殷勤的嘱咐，回家也要运动，天天给我打卡，不然开学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，上了高铁，微信的消息还一直响个不停，全是傅耀阳的谆谆教诲，看得让人只想笑。对面坐下个女生，居然是上次在学校里唯一提醒过我的学姐。学姐，对面长相可爱的学姐见到我愣了一下，随后震惊的问：苏小新，你瘦了这么多？我点头笑笑。你也回 H 市？对，我家在 H 市立南路那边。我愣了一下，好巧啊，我家也是 H 市立南路那边。本来就对学姐上次的善意之举很有好感的我，得知家里是一个地方，更是好感加深。下了火车之后，我们打了辆车一起回去。路上，李岩学姐和我换了微信，她人漂亮，性格也好。我内向，也没什么朋友，她有时候就叫我一起出去玩，真心把我当弟弟。按照副教练的远程指导，暑假的1个多月里，我又瘦了差不多20斤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连奶奶都夸我变好看了。开学之前，李岩姐要买衣服，准备回学校，正好我瘦下来后，衣服也是松松垮垮的，就跟着一起去，顺便拎包。事实证明，男生的眼光确实不如女孩子。我选的觉得还不错的，统统被李岩姐 pass 掉，然后她瘾头上来了，直接把我当成了娃娃。这件，还有这件，统统拿去试一下。乖乖听话的好处，就是在镜子里收获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生。姐，你真厉害！这算什么？你今天只要听我的，过几天回学校，让他们眼睛都震惊掉。接下来，李岩姐把我从头到脚全换了一遍。因为减肥，没时间去修理的有些长的头发做了造型，衣柜的衣服换了简单时尚的款式，鞋子配饰也完全换了一遍。甚至开学前我还被李岩姐带着粉底液和修眉刀来了一次面容改造。化妆就不用了吧，我看着镜子里刘海被扎起的冲天杖，内心有点拒绝。我觉得现在瘦下来的我就挺好看的了，男生没必要学化妆什么的吧。苏小新，你现在瘦下来好看了，为什么不让自己更好看一点呢？你难道不想让之前看不起你的人大吃一惊，让对你好在意你的人眼前一亮？我愣了一下，脑子里不由自主的浮现了傅耀阳见到我的场景，高大的男生目瞪口呆的看着我，好像挺不错的。姐，你教我吧，我试试。好嘞。上火车的路上，傅耀阳给我发了微信，我攥着手机却没明确告诉他回去的时间，心跳得很快，突然就很想见到傅耀阳，想让他见到我大吃一惊。火车可真慢啊，似乎都没有我的心跳快。生平头一次这么想见一个人。到了住所，我拿着钥匙打开门，正在床上收拾东西呢，突然被一个人动作利索的压住腰，制服在了床上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怎么进来的？偷东西，偷到我家来了？胆子挺大啊，
傅耀阳声音带着得意，侧脸能看到他身上的睡衣，我还以为他回家了没在这。傅耀阳，是我。身上的人明显的迟疑了一下，随后缓慢的松开了我。我起身坐在床上，有些好笑，肩膀被他按得有些疼，刚动了2下，就被傅耀阳再次按在了床上，手掐着我的下巴，左右捏着看，语气惊叹：我去，瘦了这么多，还真是挺好看的，不比我差。我下巴给他没轻没重捏的有些红，疼得我眼泪下来直皱眉。傅耀阳，你差不多行了。我仰躺在床上，他骑在我身上，掐着我的下巴，姿势太近又有些暧昧，我不自觉有些脸红，侧过了头。他愣了下，喉结滚动，也反应过来，立马从我身上下去了。他背过去不再看我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红着脸整理了下衣服的褶皱。一瞬间屋内有些安静，气氛也暧昧的有些不对劲。嗨嗨，你瘦了这么多，带你去吃烧烤庆祝一下，我去换衣服。说着不等我回复，他就跑回了房间。喜欢男生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如果这个人是傅耀阳的话。傅耀阳带我来的地方是大学外的小吃一条街，各种各样的店面层出不穷。路过烤冷面摊位时，我有些心动，想了想自己付出的辛苦和饿过的肚子，最终还是没停下脚步。到了烧烤摊位，点完了烧烤，傅耀阳突然站了起来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买点东西。说着人就跑了。他刚走没几分钟，我旁边突然坐下来一个人，我抬眼一看，这个世界可真小啊，居然是许久未见的梁战。自从上次傅耀阳将包间门口的监控视频公布了之后，梁战在校内的名声就不太好了，以往温文尔雅的面具也被撕得粉碎。后来据说何林元在一起了，但是没多久2个人就又分开了。此时他来找我，我倒是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就没开口，准备听听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就听，同学，你也是地大的学生吗？以前没见过你啊。我看着他没动。这狗渣男是没认出来我，我是地大金融系的梁战，可以和你认识一下，加个微信。我朝他笑了笑，刚想揭穿我就是他以前不屑一顾的苏小新那个小胖子时，就见梁战被傅耀阳一脚从马扎上踹到了地上。傅耀阳，怎么又特么是你？傅耀阳居高临下，眼神里带着怒气。我还想问，怎么又是你？你阴魂不散老追着苏小新干什么呢你？苏小新，梁战不可置信的瞪大眼睛看我，语调都高了8度。滚！别逼我动手揍你！傅耀阳吓唬的往前了一步，梁战估计是上次有了阴影，居然直接跑了。傅耀阳拽了马扎往我身边一坐，半天不吱声，过了好一会才开口。伸手！我不明所以的伸出手，就见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严实的袋子，里面是装在盒子里面的烤冷面，放在了我的手上。个屁！这是给你暑假好好听话的奖励。我看着烤冷面，心里暖暖的，朝他笑了一下，谢谢学长。冷着脸的傅耀阳瞬间脸红了起来，连凶神恶煞的眼神都单纯了起来。第二天正在上课时，我突然收到了微信好友申请，打开一看，梁战。神经病！没想到神经病的不止这一件事，下课后他居然来教室门口找我，真吓人啊！这种人我真的半点不愿意沾上。连着好几天，梁战就跟有病一样，在学校里对我围追堵截，还给我送花之类的，简直让我毛骨悚然。这不，沉寂许久的校园论坛有了新的素材。狗渣男沉寂许久，有了新的目标，对计算机系1年级的小美男围追堵截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请收看计算机系为您报道。楼上别装了，咱们计算机系谁不知道啊？小美男特么的就是苏小新，胖子都是潜力股啊！啥？苏小胖逆天改命，狗渣男回心转意，是老死不相往来，还是旧情死灰复燃？请收看金融系持续为您报道。报道个屁！我就想知道渣男的克星，道德的审判官傅耀阳去哪了？以他的脾气，
这梁战这么在计算机细条，他能同意？我知道，傅耀阳师兄最近拉了几个学长，准备搞个游戏工作室，这几天都没在学校。话说，只有我想知道苏小新到底怎么瘦下来的。告诉我，我是大学生。楼上这就不懂了吧？我上学期晨跑，天天早上看到副学长陪苏小新晨练，都是爱的力量。我靠！上学期不是有傅耀阳为爱冲锋吗？难道是真的？作为校园论坛的主角，我真的有点恐慌了。咱就是说，大学生也还是要好好学习的，没必要天天吃瓜。但我觉得有一点论坛上说的很对，梁战是看傅耀阳没在，才敢这么纠缠我。傅耀阳但凡一出现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这天往校外走的路上，梁战又把我堵住了。路上的同学很多，人来人往，他缠着我不放，我不想在人多的地方和他纠缠，就到了旁边的小路上。梁战眼神紧紧地盯着我的脸不放。苏小新，我要是知道你瘦下来长这样，我当初就不会跟你分手。我眉头一皱，恶心坏了。我答应跟你说清楚，是告诉你以后离我远点，我看到你恶心。梁战脸色一变，苏小新，你他妈装什么？别以为你瘦下来就能和傅耀阳勾搭在一起，傅耀阳可不喜欢男的。你有病吧？我和傅耀阳的关系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。你能骗过傅耀阳，你骗不过我。你看他的眼神就不单纯。傅耀阳现在当你是兄弟，但是他要是知道你对他动了心思，苏小新，你猜现在的我会不会是未来的你？我看着他有些恶毒扭曲的脸，突然感觉隐藏的心事被人给戳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傅耀阳那么好，谁喜欢他不是正常的？就算被他知道了，当不了朋友。他在我的人生里也是最亮眼的。梁战气急了，冲过来将我按在身后的树上，就要强吻我。我咬着牙狠狠的屈膝一顶，力道不小。他直接抱着裤裆就倒在了地上，脸色煞白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最后告诉他一句，至于你，顶多不过是我对他美好记忆里的一个影子而已。我扭头从小路走出去，刚走没几步就停住了脚步。傅耀阳背着包就站在小路的尽头，正站在那里看着我。而这个距离不远，没有杂音的四周，刚才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呼吸一停，时隔很久，我突然再次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呼吸的感觉。我们一路无话的一前一后回到了住所。傅耀阳坐在沙发上，直直的看着站在门口不敢动的我。苏小新，过来聊聊，终归有这么一天的。我咬着牙走了过去，没敢坐他身边，顺势坐在了地毯上。我以为他会生气，会暴怒，但他却伸手在我头上摸了几下。苏小新厉害了，敢自己动手打人了。上次给了他一巴掌，后来后悔了，后悔没打得再重一点。他在我头上发出低沉的笑声，我仰着头看他，他的面色没有愤怒和生气，他只是认真的看着我。我听到你承认喜欢我了，我脸色一白，耳朵发出轰鸣，但这次我没有再逃避。对，我喜欢你。我看着他语气坚定，不再退缩。这是我从傅耀阳身上学到的。高大的男人坐在沙发上，面色不变，看不出喜怒的问，因为我帮了你，为了报答，我决定以身相许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摇了摇头。不是的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正义、开朗，做事坚持，你的身上有我向往的闪光点，我被你吸引。或许有被你帮助后的感激，但那不是全部。我喜欢你，是觉得你好，我不满足，只是和你当朋友，所以自私的想把你占为己有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男生面对当做朋友的人的告白会觉得难受或者恶心，但我还是想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你。我呼吸困难的等着傅耀阳的反应，就像是在等待一场公开的审判。回答我的不是他的回答，而是突然伸过来的手，将我从地上捞起，抱进了怀里。热烈的唇狠狠的贴上来，吞噬了我的呼吸。唇被反复的碾压，从粉色变成了深红，被打开然后侵略。等缩在壳里小蜗牛开门，可真久啊！他抱着我，两个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。他贴着我的脸缓缓的说，还好你自己开门了，不然
我就准备自己撬开了。傅耀阳看我的时候眼里有光，就像是第一次见他时，他风风火火，却像是光照亮了我。我翻身骑在他的身上，低头再次吻了上去。阳光温暖热烈，于是在他的长久注视下，微小的星星也亮了起来。